公元前221年，王班率军南下攻打齐国，齐王建不战而降，齐亡。至此，秦灭六国，一统天下，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。作为当时华夏大地的主人，始皇帝可谓珍馐尽享，奇珍巨收。无论是12金人，还是随侯珠这类稀世珍宝，都是秦始皇的掌中之物。而他一辈子所珍藏的各类奇珍之中，有这么3样被世人称为秦始皇3大秘宝：赵古镜、太阿剑、慈氏门。其中的赵古镜已经介绍过了，本期老烟斗就给大家介绍其余2样秦王至宝：太阿剑和慈氏门。1、太阿剑。太阿剑又名太阿剑，中国10大名剑之一，楚国镇国至宝，诸侯微道之剑。相传1000年以前，铸剑师欧冶子于干江应楚昭王之邀，为其制作宝剑，于闽浙一带遍寻适合铸剑的名山大川。在路过浙江龙泉时，欧冶子见秦西山下泉水清冽，泉眼布局正应天上北斗七星位置，于是凿此山，泄其溪，取铁鹰，制作了3柄神剑，一把名唤龙渊剑，后代也称之为龙泉剑；一把为太阿剑，另一把则为弓步剑。3剑形成之时，当地甚至出现了天地异象，龙吟虎啸，云海翻滚，好不壮观。随着异象消失，太阿剑真容尽显，人们惊喜地发现，剑身的花纹竟然天然构成篆体太阿2字。不仅如此，太阿剑剑体秀气挺立，花纹天成，这些花纹细细望去，竟好似流水的波纹一般，微微熠熠。事后，欧冶子禀告楚王，太阿剑不只是一把寻常宝剑，更是诸侯微道之剑，天成之剑。它早已存在，只是无形无迹，剑气也早就存于天地之间，恰因天时地利人和3道归一，剑气凝聚，此剑方成。不仅如此，这把宝剑除了剑身秀挺之外，更是有着攻无不克的剑力，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，可谓神兵利器。一时间，所有的诸侯王公都心动了。毕竟乱世之中，有什么比神剑更珍贵呢？其中，晋王作为当时的霸主，自认为自己最有资格持有神剑，因此晋国就对楚国发出命令，要求楚国将宝剑交出，如若抵抗，不日就要出兵夺城。这种强取豪夺的行为让楚国人都愤怒不已，楚王也拒绝把剑交出。这么一来，晋王带着浩浩汤汤的军队朝着楚国出兵了。2方兵力悬殊，楚国大部分城池很快都陷落了，甚至连都城也被晋军团团围住，一困就是3年。此时城里粮草告罄，兵戈无存，危在旦夕。晋国派了使者发出最后通牒，如再不交剑，明天将攻陷此城，倒是玉石俱焚。楚王告诉随身的侍从，明天自己将亲自上城墙，如若真的敌不过，必将挥此剑自刎。届时若有谁识得这把剑，当快马加鞭，将剑投入太湖，以求此剑永远留在楚国。第2日，楚王果如自己所言，登上城楼，迎战强进。只见晋国的军队如浩瀚狂洋一般，将自己的都城团团围住，而自己身下的都城却好似狂风中的一粒芥子，那般微不足道，仿佛随时都可能倾覆在晋军滔天的声势之中。楚王双手捧剑，长叹一声：“太阿啊，太阿！今日便是我以我血祭太阿之时。”于是拔剑出鞘，引剑直指敌军。这时匪夷所思的奇迹出现了，只见一团磅礴剑气激射而出，城外霎时飞沙走石，似有猛兽咆哮其中。晋国兵马大乱，片刻之后，旌旗铺地，流血千里，剑气所到之处，如万军过境，晋军血流成河，枪旗遍野，大败而归。楚王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太阿剑会这般霸道呢？于是他召来相剑师风胡子，问出了心中的疑惑。风胡子告诉楚王，此剑乃微道之剑，而真正的微其实是来自一个人心中的信念。正是因为大王在兵临城下、国难当头的时刻，能够不屈不挠、顽强抵抗，这种发自内心的威势，才激发了太阿剑的剑气之威啊！
此役之后，太阿剑也成了楚国的至宝之一。直到多年后楚国被灭，这把剑被收归到了秦国，才正式成为秦始皇的佩剑，以及后世著名的秦王三宝之一。根据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记载，今陛下至昆山之域，有随何之宝，垂明月之珠，服太阿之剑。秦始皇当时身上所挂的就是随侯珠、和氏璧，腰间的佩剑则是太阿宝剑。到了此时，太阿剑已经不仅仅是一把诸侯之剑，更多的则是代表了天子身份的帝王之剑。这把帝王之剑自从秦始皇死后就下落不明了，后人也纷纷猜测他的最终归宿。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有2种，一种认为始皇帝死后，太阿剑已和很多宝贝都跟着埋入了始皇帝宫，但随着楚汉相争，楚霸王项羽开挖了地宫，太阿又重见天日。但是地宫内奇珍异宝数不胜数，项羽甚至动用30万人，拉了3天都无法把地宫内的宝贝拉完。于是项羽在地宫中搜罗了无数珍宝后，又重新封锁了地宫，并且把地宫的机关地图画在了羊皮卷上，请了当时著名的铸剑大师，将太阿剑一分为3，称逐日、奔月、追星3大名剑。地图也被分成3份，藏在了这3把剑之中。另一种则认为，始皇帝死后，太阿剑并没有被埋入秦始皇陵，反而流落民间，名剑蒙尘。总而言之，这些说法大都没有确切证据，因此难以让世人信服。不过随着岁月流转，在历经400多年的寂静后，太阿剑似乎又重新现世了。只不过这次他的传说反而和另一柄名为龙泉的宝剑息息相关。明酉阳野史续《三国演义》第28回记：众夫散出，幻灭起其寒，见其光芒射目，乃是宝剑2口，把上刻有字号，名曰龙泉太阿。在东晋时期，天宫斗、牛2星宿之间常常出现紫气，朝野上下议论纷纷，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。晋惠帝对此非常惶恐，便派甄华去查明原因。甄华夜观天象，却见遥远的东南方向有道紫气直射牛斗星座，于是赶紧请来自己的好友雷焕一同分辨。雷焕是丰城秀才，从小在峰山学道长大，对于这些天地间的异象了如指掌。他对甄华说：“这紫光乃是龙光，是宝剑的征兆啊。”甄华听后恍然大悟，突然想到有史料记载，先秦秦始皇南巡的时候，曾将宝剑埋在豫章地带，想来这紫气定然是那宝剑发出的光。他当即委任雷焕为丰城的县令，让他暗中查访紫气所在。几经周折，雷焕发现紫气的散发之处竟然是丰城当地的监牢。于是雷焕以修建改造牢狱之名进入监牢，挖开墙基，随着泥土被一点点的抛出，一角岩石露了出来。这是一个数尺长的大石匣，古朴老旧，依然斑驳，却有着莹莹的紫光流淌而出。雷焕兴奋地打开石匣一看，不禁眼前一亮，原来里头装的正是失踪1000年的古宝剑龙泉和太阿。他心里大喜，正待伸手去拿宝剑，剑身却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。最神奇的是，宝剑刚一入手，雷焕再观天象，就发现斗牛间的紫气已经消失，手中的宝剑也不再发出那么耀眼的华光。雷焕对这光芒内敛的宝剑爱不释手，于是他偷偷地将太阿留下，把龙泉交给了甄华复命。龙泉剑落入甄华手中没多久，甄华就被杀死了。随着甄华死去，他手中的龙泉剑也一跃化作一条青龙，飞上9天，不见踪迹。届时雷焕已经身亡，于是太阿剑传到了他的儿子雷华的手上。后来雷华在外路经盐亭津，腰间佩剑忽然跃出剑鞘，掉到河里。雷华请人入水取剑，却发现河底不仅没有宝剑的踪迹，反而出现了2条龙在水底盘旋。从此龙泉太阿就此消失于人间。当然，这则故事虽然被记载在禁书之上，但是由于太过离奇，大多数人还是不敢相信的。那么究竟这宝剑下落几何，世人尚不可知。比起赵古镜的血，太阿剑的纯，秦始皇还拥有着另一件神器，显得朴实无华了一些，它就是慈石门。
2. 磁石门。三浦黄图记，阿房前殿以木栏为梁，磁石为门，怀刃者止之。根据古籍记载，自荆轲刺秦的事件发生后，秦始皇一直寝食难安，草木皆兵。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，秦始皇在出行的时候会故意安排许多辆一样的车一起出行，让人猜不出他到底是坐在哪一辆里面。还会在前后左右都安排大量的车骑和武士保护随行。但是防得了初一，防不了15。为了有效地防止刺客近身，公元前212年，秦始皇在阿房宫北阙门野营的辕门口建造了一种奇特的门——磁石门。这磁石就是现在民间所说的吸铁石，它有着一定的磁性和磁场，因此可以隔着衣物吸引铁、镍、钴等金属。小小的磁石能够吸引较小的铁片，而这巨大无比的磁石门更是功能非凡。根据记载，秦始皇规定，所有觐见的使者都必须从磁石门进入。随着哪些使者踏入磁石门的范围，身上带有银甲怀刃的心怀不轨之人会在瞬间被磁石门吸住，无法得国。不仅如此，由于他的奇特能力，大部分来到秦国的外邦使者都会吓得魂不附体，不敢有异心，可以有效地镇守外族，展现我大国实力。因此，磁石门也被称为雀狐门。那么，这么一扇可以媲美现代安检设备的磁石门，是否真的存在呢？按照科学调查，如果把磁石冶炼成铁，需要1500多度的高温。由于冶炼过程中的高温的影响，磁石里的磁性则会消失殆尽。因此，把磁石炼成铁这样做出来的门就成了铁门了，并没有磁性。堆砌出来的磁石门磁性也很弱，无法达到吸附铁器的作用。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开采一块完整的大磁石，并且暂凿成门。偏偏磁石易碎，因此这种方法在当时的秦朝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对此，许多科学家认为，这磁石门很可能是子虚乌有的杜撰，根本不存在。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认为，早在战国时期，世界上最早利用磁场的司南已经出现，那么磁石门这件神器也是有可能存在的。究竟这些被记载于古籍上的至宝是否存在呢？太阿剑和照古镜又隐藏在哪里？恐怕已经很难知晓了。